嗨，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上一期我講，往後一個月內咧，黃金板回落咧機會偏高，節奏大概屬於落樓梯式而非跳崖式嘅。喺10月21號禮拜二，黃金板遭遇多年嚟罕見嘅下跌，整個星期黃金下跌咗3%，白銀下跌咗6%。有網友指上個禮拜黃金板下跌咧，佢用碌落樓梯嚟形容。問題係黃金同白銀是否已經見底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美國勞工統計局喺禮拜五公佈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漲咗3%，較上個月嘅2.9% 略有上升。核心通脹率略有下降至3%。8月份核心通脹率為3.1%。白宮昨天宣布，特朗普喺呢個月30號將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峰會咧同呢個習近平會面。呢個咧就刺激美股做好啦。道指更首次升穿47,000點。截至10月25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98.93，道指報47,217點，標指報6,791點，納指報23,204點，黃金報4,113美元，白銀報48.65美元，鉑金報1,614美元。橋水基金創辦人 Ray Dalio 同埋多名投資者先後對美國債台高築作出警告。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截至10月21號，聯邦政府債務規模總額首次突破38萬億美元啦，為歷史嘅新高。前邊提到有網友指上星期黃金板下跌呢，佢用碌落樓梯嚟形容。黃金、白銀同埋鉑金呢，同上個星期相比，分別下跌3%、6%同埋0.4%。大家要注意，有分析指喺11月黃金板呢仍會繼續下跌嘅，而且跌幅係驚人嘅。最近金價呢喺減息預期同埋避險需求下呢持續破頂。不過美元呢喺星期二轉強，獲利盤湧現。隨住特朗普同埋習近平下週會面，以解決貿易嘅分歧，對貴金屬避險嘅需求降溫，加上黃金喺嚴重超買嘅情況下呢，急跌呢係逃不了嘅結果。黃金創4年最大嘅單日跌幅。外媒引述 Capital Economics 首席經濟學家 John 指出，黃金嘅升勢呢或好快瓦解㗎啦，因此金價呢遠超其公允值。星期三22號亞洲早上，現貨金報4,076美元，曾低見4,003美元，跌幅7.8%。莊稱黃金價格表現不但超越通脹，亦脫離佢與其他實質資產嘅歷史關係。佢提到喺2025年初，黃金實際嘅價格咧已接近其於1980年達到先前嘅峰值。目前黃金實質價格比該峰值咧高60%，係自1980年以嚟咧平均水平嘅3倍多。傳統嚟講，因為黃金咧係冇利息嘅，當實質債券孳息率下降時咧，持有黃金嘅機會成本咧會隨之降低。惟佢指出，孳息率卻普遍呈現上升嘅趨勢，而且美國通脹保值證券孳息率同埋金價之間嘅密切關係咧，於近年來咧已經瓦解啦。橋水中國貨幣資產負責人黑神喺早前受訪時稱，若市場不確定性下降，例如美國政府停擺結束、日本政局明朗或英國公布預算案，投資者配置黃金嘅需求暫緩，金價咧恐難支撐當前嘅高位，4,000美元以上嘅水平咧，若缺乏散戶嘅參與咧，需求恐不足。
全球央行購買需求咧，或能支持金價咧介乎喺3000至3500美元。截至10月22號亞洲早上，銀價為48.45美元，較上個禮拜高位54.24美元咧下跌約10%。雖然從紙上嚟睇咧，呢個或許不算什麼喎，但對於尚未開始投資銀價嘅投資者嚟講咧，這卻意義重大啦。尤其是考慮到2025年至今銀價咧已上升約68%喎。現在白銀投資者面臨嘅問題就係呢個是否預示着白銀價格將追趕黃金，開啟新一輪大規模上漲嘅行程呢？答案就係等待任何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後咧，再進行投資總係有風險嘅。尤其是喺投資白銀等貴金屬時，風險可能更大喎。白銀價格下跌通常發生喺下一輪上漲之前嘅，不妨睇睇黃金嘅價格。喺過去2年左右嘅時間，呢種閃耀嘅黃金咧打破咗多項價格嘅紀錄喎。僅喺最近幾個月咧，就相對輕鬆地突破3000美元同埋4000美元嘅門檻。如果滿足某些市場嘅條件咧，未來幾個月咧，甚至可能突破5000美元嘅大關。白銀剛突破14年前嘅歷史高位49.5美元而回落，所以白銀喺未來1年咧仍有好大上漲嘅空間。另一個問題就係呢個是否有一次試圖創下新紀錄失敗嘅嘗試，未來可能咧再次遭遇大幅嘅回調喎。分析就係目前嘅白銀支持位咧就喺47.5美元，關鍵似乎喺50美元嘅水平喎。如果銀價喺呢個略高於50美元嘅水平上站穩腳咧，然後開始走高，咁樣幾乎冇任何嘅因素可以阻止佢上升嘅喎。咁白銀價格嘅翻倍嘅可能性咧就會越嚟越大喎。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喎，請按下點讚同埋分享，呢個代表你俾我嘅支持。請大家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令到更多人咧可以睇到我嘅片。我覺得呢個方法咧係最好推廣我嘅頻道嘅。多謝大家支持。有分析指喺11月下旬咧，黃金同白銀咧有機會下跌嘅。左上圖顯示黃金喺2006年咧爆發性上漲，金價喺2個月內咧就上漲咗36%，但僅僅1個月多嘅時間咧就幾乎回吐咗所有嘅漲幅。請注意當時嘅金價係如何精準追蹤200日嘅平均線。下圖顯示金價喺今年短短2個月內咧就飆升咗32%啦。如果2006年嘅模式再次重演呢，我哋可能喺11月21號左右咧面臨大幅回調至200日嘅移動平均線嘅邊緣。如果金價重回200日移動平均線呢，3450美元左右咧可能成為潛在嘅目標。到時白銀價咧肯定有可能咧填補40美元附近嘅價格裂口。摩根士丹利首席資訊長 Michael 最近做出一個重大嘅轉變，提出咗一項投資嘅策略，其中包括將20% 嘅資產配置俾黃金。佢認為投資者應該考慮從傳統嘅60:40嘅投資組合轉向60:20:20嘅配置。從歷史上睇，華爾街嘅傳統投資組合係60:40嘅，即60% 持股比例為股票，40% 為固定收益嘅投資，主要係債券。該理論認為咧，呢種投資類別互相平衡嘅。喺經濟強勁時咧，股票會走強；而喺經濟低微時咧，債券可以起到對沖嘅作用。然而近幾個月嚟咧，債券已經失去其避險嘅地位。去年春季喺關稅不確定性嘅最嚴重之際，隨着債券遭到拋售，黃金同白銀價格就上漲啦。黃金同埋白銀似乎咧係僅存嘅避險資產。鑑於不斷變化嘅市場動態 ，Michael 表示，投資者應該考慮60:20:20嘅策略，將一半債券投資組合咧換成黃金，作為更具彈性嘅通脹對沖工具。SWOT 嘅 ETF 管理總監
Stephen 喺10月中接受 CNBC 訪問時表示，將20% 嘅資金配置喺黃金同埋板上咧，可能會比傳統投資組合產生更好嘅回報。Stephen 指出，聯儲局目前處於降息情緒，轉向低利率環境可能會使貴金屬價格受惠。佢警告稱，對於黃金而言咧，需要留意一啲風險嘅，例如地緣政治風險同埋經濟嘅風險可能會咧逐漸消失嘅。不過佢認為短期內咧呢種情況咧不太可能發生嘅。關注板方面，由於板缺乏央行購買嘅支撐，板市場可能會出現更多嘅波動。板價格長期以嚟咧一直處於低位，因此佢認為板咧仍然有相當大上漲嘅空間。跟住睇下啲金可以升到幾多先。外媒引述德意志銀行分析師 Michael 發表研究報告指出，自今年6月底以嚟咧，各國持有外匯嘅黃金儲備中咧，黃金佔比已從24% 攀升至30%，同期美元佔比咧即從43% 降至40%。儘管金價上漲，自然推高其儲備嘅份額，但呢個比例咧已逼近美元啦，堪稱歷史上嘅轉變。德銀估算，若要讓黃金份額追平呢個美元咧，喺現在持有部位不變嘅情況下咧，金價必須上漲至5790美元。到時咧，兩者各佔儲備持有量嘅36%。關於美元持有量嘅下跌原因咧，有分析指示美元估值過高，也有指美國凍結俄羅斯資產嘅行為，將美元武器化，讓其他國家對美元資產安全性產生警告。加上美國同埋其他國家貿易爭端，而且美元嘅債務咧高得令人惶恐，故決心逐步改變美元嘅依賴嘅邏輯，提速全球去美元化嘅趨勢。另外，報道引述 Lee Davis Research 首席宏觀策略師 Joseph 指出，新嘅世界秩序正在形成，直言不結盟嘅國家對現有嘅體系疏離，以及對法定貨幣嘅信任缺失，正推動黃金成為新貨幣嘅資產。該記衡量金價人氣每日黃金情緒綜合指數目前已達到75%，意味住若達到極端水平前呢，金價仍有望上漲至6000美元。繼續白銀嘅分析，上個禮拜白銀從歷史高位54.49美元，終於大幅回落。禮拜五收市報51.88美元，但整個星期咧仍然上漲2.9%。白銀已經係連續第9個禮拜上漲㗎啦，呢個確實令人矚目嘅。之前我講過，白銀價格近期嘅飆升至創紀錄水平嘅原因之一係倫敦白銀供應嘅短缺。最近一段時間呢，係由印度極其強勁嘅白銀需求引發嘅。印度白銀市場暴露出深層次嘅結構性問題，預示着全球市場更廣泛嘅問題。簡而言之，白銀供應不足，投資者對白銀嘅興趣咧日益濃厚，而印度嘅白銀供應短缺咧，也導致當地白銀價格大幅上漲。最近印度買家主要從香港採購白銀，但據報導，過去幾個禮拜咧，佢哋更多從倫敦購買，咁樣咧就加劇咗倫敦白銀嘅短缺啦。由於近期散戶同埋機構投資者對白銀 ETF 需求激增，倫敦白銀嘅現貨嘅自由流通量已下降多過75%。今年早啲嘅時間，由於貿易商利用關稅擔憂帶嚟嘅套利機會，大量白銀運往美國，進一步咧加劇咗呢個局面。印度至少有幾家大型白銀嘅基金咧，以白銀短缺為由，停止咗接受新嘅投資者。呢個引發咗人們咧對他們可能無法獲得所需白銀嘅擔憂。Money Metals Exchange 剛剛安排咗一批1000安士嘅銀條從美國經杜拜運往印度。金銀銀行咧亦都從事類似嘅業務，代表喺紐約商品交易所交付白銀，並將銀條咧空運到歐洲及其他地方。MCX 期貨嘅交易價格咧遠低於白銀嘅現貨價。
一位分析師表示，呢個並非正常嘅市場壓力，呢個係一個信號，表明咧某個地方嘅某個人咧係無法交付板隔夜融資利率飆升，進一步擠壓一些市場嘅參與者。板協會預計今年咧將出現第5次連續供應短缺。正如商業世界雜誌所言，全球板庫存咧正在崩潰㗎啦。對於板嘅短缺擔憂咧，似乎已經使全球部分地區嘅實體板咧陷入瘋狂。板突破咗45年嚟咧$50嘅歷史高位，無疑係板市場一個重大嘅事件。散戶投資者強烈反應亦都同樣重要嘅。接住落嚟會發生咩事呢？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係，我將密切關注並向大家報告我所睇到嘅情況。跟住睇下板嘅短缺帶嚟有啲咩影響啦。思科時代爾鑄幣廠始創兼首席執行官菲爾指出，近期板實物流動嘅變化。今年早些時間，大量板運往美國，導致 COMEX 板庫存膨脹，而倫敦金銀市場協會 LBMA 嘅庫存呢顯得稀少。菲爾澄清，美國並不缺板，缺嘅係倫敦。呢個差異咧好重要，因為倫敦市場咧係嚴重依賴租賃同埋交易嘅，而美國 COMEX 咧則更注重實體嘅交易。菲爾解釋咗其中嘅機制，倫敦嘅銀行咧將板視為抽象嘅金融產品，而非實體嘅商品。當倫敦實體板供應不足時咧，租賃利率咧就會飆升，有時候甚至超過年化利率100%。呢個導致依賴融資庫存嘅精煉廠同埋製造商嘅成本上升，同時越嚟越多實物板咧被運回倫敦，以彌補嘅短缺。空運30萬安士嘅成本咧約為7.5萬美元。更糟糕就係由於租賃費用飆升，好多精煉廠缺乏購買更多庫存嘅資金。過去2年零售需求低迷。呢個意味住好多投資者係賣家，唔係買家，尤其是喺白銀價格突破$35時間。但情況咧已經改變啦，買家現在咧正在進場。菲爾話，新投資者正在關注1980年通脹調整後嘅高位，並意識到白銀咧可能仲有好大上漲嘅空間。目前白銀咧已突破歷史高位$49.5。其漲幅可能達到4倍，白銀將升至$200嘅。隨着租賃利率飆升，銀行融資意願下降，倫敦板市場嘅危機進一步加深啦。菲爾強調，傳統租賃利率徘徊喺1至2%嘅左右，但最近呢卻大幅飆升。小企業幾乎無法負擔融資嘅成本，呢個導致白銀回流到倫敦，喺嗰度咧能夠獲得更高嘅租賃日價。呢種市場動態咧，甚至導致紐約商品交易所 COMEX 庫存中心咧資金枯竭，因為銀行同埋貿易公司願意付費將白銀空運到倫敦。呢啲措施咧並非小事，雖然佢哋或許緩解歐洲嘅短期短缺，但卻加劇咗其他地區嘅問題。菲爾補充話，實體白銀市場正在經歷快速嘅結構性改變，其運作方式可能永遠不會再像過去一樣。金融嘅混亂、地緣政治緊張以及工業需求共同嘅作用，現今世界咧已今非昔比，供應鏈斷裂，租賃價格不穩定，全球對實體金屬嘅興趣咧正快速增長。對於希望喺當前不確定嘅時間保護財富並獲得有形資產嘅投資者嚟講咧，購買白銀同埋黃金咧，比以往任何時間咧都更加重要。白宮最近發布新聞稿，大力宣傳美國經濟分析局對第二季 GDP 數據嘅修正，聲稱經濟將出現爆炸性增長。同時，各金融專家咧亦都做出積極嘅反應。正如好多經濟專家一樣，一般美國人對未來嘅經濟咧也不樂觀。
房利美9月嘅一項調查發現，67% 嘅消費者認為美國經濟走上咗錯誤嘅軌道。與此同時，皮尤研究中心本月稍早嘅報告稱，74% 美國成年人呢將經濟狀況呢描述為一般或者差。喺投資方面，一啲顧問甚至建議傳統嘅60:40嘅股票同埋債券配置呢應該修改為60:20:20，最後嗰20% 嘅配置呢應該係黃金同埋白銀。我相信大家應該察覺近年通脹呢就越嚟越高嘅。當關稅全面執行嘅時呢，通脹將升至更高喎。寫字樓空置率急升，而且價格不斷下降，呢個增加銀行借貸嘅風險，企業裁員增加，多國戰事仍未解決，長債息口上升，國債不斷創新高。AI 人工智能熱潮 ，OpenAI、Oracle、NVIDIA 同埋 AMD 嘅互相合作，從而形成一種 AI 閉環嘅經濟。呢啲天文數字嘅投資，相對不合理嘅回報，股價估值超高，明顯同2000年科網館爆破之前呢十分相似嘅。市場估計喺2026年呢繼續減息多2次，使聯邦基金利率區間達到3至3.25厘。我用以上基本因素嘅分析，我對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我估計喺2026年呢美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60%，而滯脹呢會引致股災，股災呢又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呢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呢，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甚至滯脹，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版下跌呢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版會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7663美元，白呢亦會升至118美元。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呢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